大家好，我是杨芳姐姐，欢迎来到我在北京有个家第3期。今天和我们一起品鉴好房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刘申设计师，走，咱们一起去找他。刘老师，看书呢？好久不见，杨芳姐姐。这地方不错呀，是我们常说的沉浸式阅读吧？是的，是的。我们这里呢，其实有很多书，你猜猜总共有多少本？怎么也得有上万本。确实是我们总共有4万本书，而且涵盖了艺术、文学、历史等等多个品类的。这真的是知识的大西洋了，上班划水的好地方。这段删掉啊，别让我合伙人看见。不过这么大的图书馆还真的是不多见。是啊，我们这个图书馆呢，总共有2000平米。然后同时呢，除了这个巨大的这种阅读的一个空间以外，我们还设置了 DIY 的空间和儿童的活动区。我们这个建筑呢，选用了德式非常经典的红砖的这种外立面，但是我们往里面加入了一些现代的这种砖的这种拼接的工艺，比如像我们立面上这些凹凸有致，然后有些韵律变化的这种基底效果，以及这种砖的这种各种的这种空间的这种镂空的这种效果，都是希望让这个整个建筑脱颖而出，既经典又现代。我们这个建筑呢，采用这种街偶交错的这种形式，这样能够让每一户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这种空间感觉。就像拼乐高玩具一样呗，给它拼插在一块。没错，我们这个电梯厅呢是一个独立入户的形式，然后电梯呢采用这种双向开启方向，然后通过智能识别可以让你开启你家这一侧电梯门，既保证安全又非常方便。所以这个门口电梯厅的位置就属于我自己的地盘了。比如说我要是下雨天出门打伞，或者是我出门穿的鞋，我就可以直接放在这儿，我穿进屋里非常的方便。这有一个像小客厅的地方是干嘛用的？我们这个建筑呢，因为是一个4层的一个建筑，然后地上的2层呢是我们定义为居住属性，然后地下的2层呢，我们居住于一个会客和娱乐的功能。所以地上的时候呢，我们额外设计一个家庭厅的概念，户型呢是可以满足3代人居住的一个空间，上面是主人跟儿童，然后首层是老人使用。我们去老人房看看。好。我们这个空间呢，老人房呢，我们做的一个这种现代轻奢的这种度假风，然后我们通过一些这种木质以及这种布艺的这种闷布的形式，来表现出这种非常简约。因为现在特别流行灰色，但是咱们这个房间整体用还是一种暖灰色，对，给人更温馨。是的，既保证有这种温暖的舒适度，然后同时呢又有那种线条感，以及配合灯光，形成这种非常简约的这种度假风格。像我刚才也看到了，就很多很潮流的手办啊、摆件，那老人能接受这种很新潮的东西吗？我们认为现在老人其实已经很时尚了啊，他们更多愿意接受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同时呢用一些新的元素来表现他们对于生活的这种憧憬和更美好事物的这种探索精神。那你说到这儿，我也想到了王德顺老爷爷，就是那种时尚老炮的感觉。上来之后，我们先看看我们的主卧套房吧。我看见这个床靠跟楼下老人房不一样。杨洋姐姐，你还是观察很细致的。我们2个床呢，特意选了不同的这种表现形式。楼下的空间呢，因为尺度比较大，所以我们选了这种通常的这种靠背的方式。而这边呢，我们因为这边有主卧衣柜的这种设置，所以呢，我们考虑用了一个包裹性比较强的，这种2侧有2个转角，让你更加舒适，更加有安全感。所以就依据不同的空间来选择不同的家具。是的，有心了。然后这样让我们的衣柜呢，既能有储藏功能，同时呢又可以作为一个屏风的形式，同时又满足这种空间中透气的这种感觉，就显得不是那么的压抑和沉重。我又学到了。感觉再多做几期啊，我就有这个我上我也行的错觉了。杨芳姐姐，你要是来，会造成我们设计师外貌内卷的。那是。主卫的空间呢，我们也是空间非常宽敞。那我们设置了这种双手盆的这种考虑，因为尺度比较大，所以我们中间呢做成这种双色的这种拼接石材，还选用了时下最流行的陶瓷薄板，就更加环保。关键啊，陶瓷薄板价格更实惠。前面就是儿童房了，你肯定喜欢。难怪你这么说，很少有女生能抵抗住这种爱马仕城。是。我们这个儿童房的主题呢，就是沿用了爱马仕的一些经典的元素和一些皮具的颜色，
然后包括你看我们的灯具就是用的马鞍子的形式元素去做的一个改良的设计，包括这边的展示柜也是用的这种皮具啊、马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元素去做的这种设计。我小的时候啊，就常幻想用这个哆啦 A 梦的这种缩小灯，能把自己缩小，然后住在包里，今天如愿所偿了。是吗？对，而且爱马仕它本来就是做马具发家的，这也相当于让他干回老本行了。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洗衣空间。这个水龙头特别有设计感，我在北京劳斯莱斯店里见过。是的，我们这个灵感呢，其实选用的这种浮力美学，就是通过这种竖向的这种悬浮式的水龙头的形式，然后让那个整个空间中呢极具记忆力，同时呢又是通过感应能够取水，非常方便。对，而且它整个让这个空间就会显得非常的灵动，是一个点睛之笔。没错，楼下呢真正的表现我们主人的一个巨大的这个餐厨空间一体的，下面就是我们巨大的一个6米挑空的客厅空间了。然后里面打羽毛球都没有问题。那咱们下去看看。好，来看看我们这个网红的电梯吧。然后门都是对开的，很有仪式感，而且这还有星空顶，有点那个进机甲操纵室的感觉。你有没有看过《环太平洋》？是，我还等着追第3部呢。来，要不小姐看看我们的整体的收纳系统吧。好，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墙面都是用柜体来组合而成的，包含楼梯下部的空间，我们也全部利用上了，提升了家里的这个储藏物品的这个空间。我们觉得空间越大，其实你收纳的东西要越多才好，对，不能浪费。下面这就是我们整栋房子里边最大、最高的一个空间了，也是我们的一个大的会客空间。我看这个是在地下2层，但是好像采光上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是的，我们这个项目的特点其实就是把采光井做得更大了一些，然后让我们的地下空间重新被激活使用。这个项目呢，因为我们是按毛坯来销售的，然后呢也是为了满足更多业主的一个 DIY 的需求，然后呢标准化产品是无法满足他们的这种空间尺度要求的。我们也给他了很好的一个借鉴。是的。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咱们这个项目应该是它现代轻奢的风格。那我看啊，除了这个金属和石材，它运用了大量的这种木质，是为什么？是的，我们其实刚才说了，我们地上空间表现的是
客户的一个物境，对物质的追求。地下空间呢，我们表现的是客户的一个心境。我们借鉴了东京安曼的酒店的这种感觉，通过一些木格栅的这种基底和这种石材以及皮革这种相对比较亲人的这种材料，然后近人尺度的这种设计，然后呢考虑到整个空间的营造出一个温暖、相对协和的这么一个效果。就把这个石材呀、金属的这种冰冷感给中和掉了。对的，我们这个房子还有一个小彩蛋给你。好啊，我期待一下。我们这扇门是个暗门。哦，是个影音室啊。看来不是很惊讶呀。还行还行。那我们往上走走看看。走啊。一个音乐室。是啊。哎，在这儿做音乐，那真的是完全不怕打扰到别人，想怎么造就怎么造。对，夏乐的这种产品最大的好处就是，你产生噪音呢，或者装工作室，完全不会跟邻里发生矛盾。而且我看这个大玻璃啊，如果要是给它拆掉，在这儿再放一个打碟机，那真的是一下气氛就嗨起来了。对，可以当个大舞台来使用。陈萌姐姐，你看完这套房子之后有没有什么感觉？我觉得我从这套房子看到了很多东西，看到了老年人对时尚的追求，也看到了年轻人兴趣使然的这种独立空间。是因为房屋本身自己是不带什么属性的，所以呢，我们希望业主自己的一些喜好和属性带入到空间中，属于他自己的一个专属空间。因为我们都很追求 DIY 嘛。从最开始的是这种可能点心饼干，到后来我们的服饰家居，我觉得，房子其实有何不可呢？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啊、喜好来打造我们的生活空间。没错。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转发和评论，让我们知道。我们下期再见。再见。